欢迎您收看澳洲麦克讲税法第64讲：澳洲葡萄酒均等税。大家好，欢迎收看澳洲麦克讲税法我是麦克。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跟大家可能你会喝到的一样东西，叫做葡萄酒相关的一个税，叫做什么呢？叫做葡萄酒均等税。这个英文叫做什么呢？叫做 Wine Equalization Tax。我们也简称有些叫 WET， 也会叫做 WET。那这个葡萄酒均等税只是葡萄酿造的酒吗？也不一定。这个可能是说你用的是其他的水果或者是蔬菜酿造的这个酒，它也可能是纳入到葡萄酒均等税里面。比如像是苹果梨所酿造的这个酒精浓度是超过了1.15%，那这个你可能就是会涉及到葡萄酒均等税。那这个税率的话，它是从2000年7月1日开始的一个这种税种。同一年还有一种税种也是推出了，就是消费税，我们也叫做商品和服务税，简称 GST。 为什么我们要把这个也放进去呢？因为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税到底是怎么计算的。其实在2000年7月1日之前的话，这个在葡萄酒这一方面的话，政府也是会有这个税的。这个税率是多少呢？是41%，它叫做是 sales tax， 也就是销售税。从2000年7月1日以后，它就推出了这个葡萄酒均等税。那这个税率是多少呢？是29%。那这个是不是这个就降了？其实消费者会花的这个钱就会更少了。然后是不是政府还蛮鼓励，是说你可以去消费更多的这个葡萄酒？其实不然。那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葡萄酒均等税到底是指最后算出来以后消费者要花多少钱。然后我们说如果一个商家他要卖葡萄酒的时候，它是100澳元。然后呢，第一步你要算出这个葡萄酒均等税，这是29%。我们现在说的都是2000年7月1日之后的这个税。那也就是这个酒的就变成129澳元。那我们再加上这个10%的消费税，那这个10%的129澳元就是12.9块。那129加上12.9块就等于141.9块。那其实你这么一算的话，原来我们本来商家是要收100块钱的，现在要多加个41.9块澳元。那你说是41.9块多，还是之前2000年7月1日之前的41%的这个税率更高？那肯定就是它多了这个0.9%的这个税。那我们说谁需要交这个葡萄酒均等税呢？有3类商家需要交这个葡萄酒均等税，而且这3类商家也是必须要是注册了这个消费税，也注册了这个 GST。那你可能就会有计算并上交这个葡萄酒均等税的这个义务。第一类商家是那个葡萄酒进口商，他是从其他的国家进口葡萄酒在澳大利亚去卖。当这个葡萄酒进入澳大利亚在海关的时候，海关如果看到你进口的这个商品的话是葡萄酒，它就会计算这个葡萄酒均等税，也就是29%，让你去去交纳交给了这个海关的时候的话，他才会把这个葡萄酒给你就是清关，然后给你拿过来。然后另外2个商家的话，不是说你就是其他的政府帮你继续算，是需要你自己去计算你是否需要去计算多少然后呢，它是要从你的那个买家里面收过来以后的话，你必须要上报给政府，然后再交纳给这个政府。那我们说的这个政府就是税务局。这2个商家，第一个的话就是批发商。这个批发商的话就是从酒庄进买酒然后再卖给
那个零售商啊，我们说零售商可能就是葡萄酒直营店哈，它是直接是卖给消费者的。那在这个的时候的话，你在卖给这些零售商的时候，你就需要计算啊这个你的这个葡萄酒均等税是多少，然后呢在你的专门的有一个报表上啊，你要把它报上去，然后并交纳给这个政府。啊，第三类商家的话就是葡萄酒制造商啊，我们通常叫它酒庄啊。那当酒庄它生产这个葡萄啊，然后把这个葡萄酿造成酒，然后把它装成瓶，然后会卖给那个批发商或者是那个餐馆啊，或者是这个葡萄酒的一个零售商的时候的话，它也是需要计算这个葡萄酒均等税，甚至就是他有在酒庄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一些人跑到他酒庄来试他的这个葡萄酒哈，会在他的葡萄酒庄里面去购买这个葡萄酒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他卖的这些所有的酒都必须要加上这个葡萄酒均等税。好，那我们通常这种情况的话叫做 cellar door 去卖的这些酒。好，这个也包括了大家可能就是说可能不敢想象，就是说还有一个自己，如果这个庄主他是拿来自用的啊，那他也要算一个，就是说这个葡萄酒的本身的这个价值啊，来计算这个葡萄酒均等税，然后呢上报并交纳这个葡萄酒均等税给这个政府。那我们有哪些情况的话，你是做这个葡萄酒的这个生意，但是呢你是不需要计算或者上交这个葡萄酒均等税呢？也是有，一共有5种情况啊。第一种情况的话就是出口啊，你如果把你的葡萄酒出口到其他国家啊，那也就是说这个葡萄酒不是在澳洲去使用的，或者在澳洲去销售的啊，它是在其他国家去使用或者消费的，那这个的话就不需要你去计算这个葡萄酒均等税了，你也不需要交纳这个葡萄酒均等税。第2到第5种情况的话，它是会在澳洲去消费或者去使用，但是也没有需要去计算这个葡萄酒均等税。那哪几种情况呢？第2种情况就是说，你如果卖这个葡萄酒是给医院去使用的，可能就是说从这个医疗方面政府的话是给了一些福利就是帮助这个医疗这个行业的这个发展，所以这一方面你是不需要的。第3种情况就是你卖的这个葡萄酒是给宗教服务的它也是给了一个这样的福利，是说你商家你不需要收取这个葡萄酒均等税，也就是减少了他们的这个成本第4种情况就是说你卖给这个葡萄酒是卖给那个教育课程使用的那其实也是对一个教育行业的一个这个辅助，这样的话也减少了他们的这个成本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说你卖给另外一家的时候，另外一家他会给你一个叫做 buying under quote 的一个表格那这个时候的话，只要他填了这个表格给了你，你就不需要去收取这个葡萄酒均等税了。那这个 buying under quote 是什么意思呢？简单一来说的话，就是说它是转递给这个去收取这个葡萄酒均等税给另外一家，让另外一家也就是你的买家，让他去决定，然后获取是再去计算这个葡萄酒均等税，去从他的买家再去收取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的买家可能会去做这个表格呢？就第一种情况就是可能是说他在买到你的酒的时候，他需要去计算这个葡萄酒均等税，并上交纳给政府。那也就是说，你这个葡萄酒均等税不能计算2次嘛，就是他只需要计算1次，也就是最后一个批发商到零售商的时候才去收取这个葡萄酒均等税。所以的话，你给他的时候，只要他给他表格给你那你就不需要了。可能第2种情况的话，大部分我们会出现的就是说，你的买家他是为了买你的这个葡萄酒，是为了这个出口这个也有可能的话，你这边的话就不需要去计算这个葡萄酒均等税加到你的买家的这个价格上，然后也不需要交
那我们有没有在什么情况的话，我们这个之前交的葡萄酒均等税是可以退回的呢？有4种情况是可以退回来的。好，第一种情况就是说，你之前做发票去给你的买家，然后呢，你需要计算这个葡萄酒均等税，然后你就交给了这个政府。但是当你在收款的时候，好，你的买家给你赖账，好，或者是他需要给你让你打折扣，好，那也就是说你到时候你收的这个款其实是少于你当时做的这个发票，也就是你交的这个葡萄酒均等税，也就是你多交了。那这样的这个情况的话，那你在下一个季度，好，你在做这个均等税这个报表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之前多交的那一部分好退回来。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你的供货商给你算了这个葡萄酒均等税，你也交纳了，结果你再发现是说，你作为一个批发商，你在卖给零售商的时候，其实你的会计告诉你，你是需要去交这个葡萄酒均等税的。那也就是说，这个葡萄酒均等税你可能就会交2次。那这个政府的话是允许你从进货商当时算的这个葡萄酒均等税的话，你可以把那一个部分给退回来。也就是说，你这个葡萄酒均等税只产生1次，也就是说你卖给零售商的时候，再去交就好了，然后之前的你就可以退回来。第3种情况就是说，那这种情况是大家都不想发生的，也就是坏账。那你最后你做的这个发票给了你的买家，你的买家赖账，最后1分钱都不付给你啊！到时候如果你发现这种情况的话，那你这个之前的这个葡萄酒均等税你已经交了嘛，然后呢，你在发现是坏账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葡萄酒均等税给退回来。第4种情况就是一个葡萄酒制造商的一个这个退税。好，那但是呢，你一定是要是这个葡萄酒制造商，也通常说我们就是酒庄啊，你只有这个自己的葡萄园啊，但也有些情况的话，你不一定是有自己的这个葡萄园，那你可能的话就是说你是有买这些所有的原材料啊，比如像是葡萄啊或者各种的其他的水果，然后是你自己去酿造的这个酒，好，就是从原材料开始酿造这个酒。那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有可能享受政府给你的一个葡萄酒制造商的一个这个退税。好，这个退税的话，大概在2018年7月1日以后，大概是35万，但是呢，这个是需要会计师给你去计算了。好，如果你是葡萄酒制造商，一定要告诉你的会计，然后可能这样有一个退税，你能帮我去计算一下吗？好吧，那今天这个葡萄酒均等税我就聊到这里。那希望这个对你有一些帮助。如果你觉得你的朋友或者家人也会感兴趣，也别忘了分享给他们。谢谢。感谢您的收看，请您关注本期要点和下期预览。澳洲麦克讲税法节目每周将会频繁更新，经验丰富的会计师麦克将为您介绍最新最快的澳洲税务信息，和您的生活、工作、生意息息相关，可千万不要错过哦。如果您有任何澳洲税务问题，请用手机扫一扫左侧的微信2维码与我们联系。你也可以拨打澳洲税务咨询热线871202384和海外税务咨询热线+61871202384。感谢您的关注，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订阅我们的频道哟。我们下期再见。